今天是我第4次挑战非洲的荒岛探索，起初一切都挺顺利的，捉了好多大龙虾，还有脸庞大小的海螺，仿佛就是为我而准备的海鲜盛宴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危险也随之而来，因为我在找龙虾的过程中被海胆蛰了10几下，小腿直接肿了一圈。还没等我缓过来，一只鲨鱼正悄无声息地朝我直冲而来。接下来我该如何应对？OK， 现在正片开始。这次我选的无人岛位于非洲科摩罗群岛里的一个小海岛，岛的名字叫做尼乌马苏阿岛。然后这次的挑战计划是晚上绕着这个岛找一圈，看看都能找到什么惊人的海货。岛选好后，我又找了上次的那个船长，毕竟靠谱最重要，不然第2天没人来接我的话，那我的荒岛探索就变成了荒岛求生。朋友们，我们到了，就在这个沙滩。这么大的岛，沙滩这么小，哎呀，Thank you， 船长帮我挑了一个地方，这里露营，船长还在帮我整理啊，就选这一块算。这船长啊，相当机灵，用了他2次船。现在呢，我一上岛，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了，先把这个露营点弄好。本来想迟点搭帐篷的，但这个船长已经把地盘弄好了，所以呢，就先把帐篷搭了。搭了我满头都是汗。刚刚来的时候还看到一个面包树，现在我们过去看一下。船长已经离开了，面包树在那，没有路哦，还得爬进来。我的妈呀！你们觉得这棵树要长多少年才能长这么大？估计2米多宽。但这树上都没有面包果，估计是季节不对。还有人在这里刻字啊！刚刚不小心碰到了，发现这个树皮是绿色的，真难走。终于出来了。现在我又发现新大陆了，这里居然有好多海龟挖的洞，非常多。这个啊就是海龟爬的路，看爬到海里去。希望今晚啊我能看到海龟下蛋。为了能保持体力啊，白天我们就不下海了，先去钓火鱼，因为晚上我又要去捉大龙虾了。现在钓鱼的位置是在这里，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我从下午的4点多钓到了5点多，使用了各种姿势、各种饵、各种位置，最后还就是不来一口。看来今天不是我的钓鱼日，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等会下海去吧。朋友们，终于天黑了，现在我准备下海，看一下这里的龙虾到底多不多，还有大不大。晚上的计划是从这里开始慢慢的游，环着岛一圈。但是看一下有这个3个多公里，我的天哪！晚上啊又带了这个鱼箭，因为这个岛呢还是一样不能用鱼枪。朋友们，干就完了，走，开始。为了更好的记录此次的挑战啊，我这一下海就看了一下潜水表，开始的时间是7点41分。不过随后没有几分钟就看到了今晚的第一个海货——赤鲟螺。这螺肉是红色的，我特别喜欢吃。第一个收获赤鲟螺啊，朋友们，这可是好吃的螺啊，收了。赤鲟螺放好后，我在水面就看到了一个大家伙。不过我潜下来后一看，只是一只赤豚而已，害我白高兴一场。我还以为是条大18呢，害我高兴一下。找过了。接着我都不知道游了多久，但一直没找到想要的海货。不过当我到了这个位置开始，海货啊就莫名其妙的多了起来。首先出场的是这只大龙虾。今晚的第一只龙虾，这个叫做珍珠龙虾，特别好吃，收了。第一只龙虾刚放好啊，这立马就发现了第2只，大小什么的都一样，估计他们是兄弟俩。但这只龙虾就更狡猾，从另一侧弄了好久才把它给弄出来。第2只龙虾，这只是往它屁股后面捉的，太好玩了。OK，
现在眼前看到的可不是能吃的海货，它可是传说中的珊瑚杀手极冠海星。你看它周围附近的珊瑚都已经好多是白化的了，而且这家伙的再生能力很强。假如我给它切成2半后，就可能变成2个极冠海星。所以只有把它拉上岸，才能让它彻底的死去。其实晚上我拿这个极冠海星也没办法，这个拖回岸边好远。对，确实，我现在所在位置的岸边浪太大了，根本上不去，所以只能多戳它几下。晚上除了龙虾多，还有这夜光龙螺啊也很多，我就挑个2个去夹菜，多的也不要了。哇，夜光龙螺一个，哦，这是我在科摩罗捡的第1个夜光龙螺啊，收了。估计是这位置浪大的原因，龙虾就是很多。没一会儿又发现一只。哦，这只带仔的，带仔的我们就不要了，放了它。没有鱼枪真不好用啊，跑了，好大的那个斑鲫鱼，哦。对，不能用鱼枪，确实限制了我的发挥。不过眼前的这只那是要粪，我若是有鱼枪也不会打它，毕竟是稀有品种。我们继续找别的。说到鱼啊，晚上都还没有打一条，所以眼前的这只莺歌鱼我就先带走了。今晚唯一的一条鱼啊！朋友们，弄条鱼去当夜宵啊，龙虾就留着明天吃。到这个尖尖角这里了，哦，是的，目前的时间是8点54，我已经到了岛尖的这个位置，接下来就剩1半的路程了，加油！游得累死我了，太后悔今天制定的计划。哎呦，继续。因为绕岛游啊太花时间了，所以晚上也没好好的去找龙虾，都是在水面游着看到了再下潜去抓的。哦，看到一个大家伙，朋友们，这只龙虾大，今晚最大的龙虾，收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里出意外了。一只鲨鱼一直对着我的网兜虎视眈眈，估计是看上里面的鱼或者龙虾了，就是不肯走。而我也怕它突然间对我来那么一口，所以就在水里各种驱赶。最后鲨鱼是被赶走了，但我的小腿居然被海胆蛰了一堆的刺进去，真是祸不单行。脚现在好痛，被海胆扎了，哇！刚不小心，哦天哪！此时的我只能忍住疼痛，小心的把刺都给拔了。不过是我小看海胆的刺了，在肉里的刺根本是没办法拔出来，直接是断在里面的那种，真是太无语了。这海胆蛰的还是有点疼啊，朋友们。啊，还是先回去吧，游回去，好远啊。现在我的小腿啊是火辣辣的，痛并带着麻，说不上什么感觉。反正我的脚蹼都快踢出火花了，这才总算在10点02分到达岸边。不过就在我准备往沙滩边游的时候，突然间看到一只很大的龙虾。此时的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没能经得住龙虾的诱惑。哦，又是一只大的，我的天哪，好大的龙虾，朋友们！现在又变成这一只是今晚最大的龙虾，收了，总算到了，总算到了，我的天哪 ！OK， 朋友们，我这个脚是被海胆扎了多少根哦？下面一排5根，这上面一排也5根，这边还有1根，总共11根。下海这么久，头一次被扎这么多根，痛归痛啊，这个收获还是得看。这里的龙虾都好大，我的天哪！第4只龙虾，这就是我今天晚上的收获啊，朋友们。今晚的这2只龙虾是真大，但这只龙虾太调皮了，朋友们。一直跳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晚上还搞了2个夜光龙螺啊，也挺大的。
夜宵啊，我就吃这只莺歌鱼，因为它的鱼肉很嫩，好消化。这莺歌鱼啊，就简单点，烤着吃。你们看这鱼肉啊，雪白雪白的。偶尔吃把这种原汁原味的也是不错的。朋友们，吃饱喝足了，现在就看一下能不能遇到海龟下蛋。大海龟没看到，看到了一只小海龟，但是被这个沙蟹快咬死了。这个呢就叫做大自然的生存法则。沙蟹是小小的，但是咬的伤口还是蛮大的。哎，把它放到海里去看一下还能不能活。来喽，海水来喽！走走走走，爬出去爬出去，不要爬回来喽，爬回来等下又被吃。扔你出去！这海胆蛰的也挺厉害的，已经肿了一圈了，也不知道用什么药，碘酒试一下吧，稍微涂一下，睡觉了，好疼呀！那我就先睡了，朋友们，明天见。朋友们，早上好。昨晚的龙虾还有这个螺，我都是养在这里。现在我来挑一只龙虾去做早餐啊！白天看这两只龙虾确实是大，我的天哪！刚刚看了一下，4只龙虾都是活的，所以我准备拿这只最大的拿来做我的早餐。刚刚看了一下这伤口啊，海胆已经全部溶掉了，但是整个脚啊有点肿，然后蛮疼的。今天这只大龙虾我准备用麻辣香锅的料来做，看一下好不好吃，加点柴火去。朋友们，龙虾已经切好了，过油过一下。现在再爆炒一下洋葱，辣椒再倒进去，麻辣香锅的料倒进去。现在把刚刚煮好的龙虾倒下去，好香啊！盖住焖一下，熟了吧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我最爱吃的就是辣了，哇！哇！比上一次做的火锅龙虾还好吃，哇！这科摩罗的龙虾我已经不想说了，到哪都是，太多了。龙虾脚的肉都这么大，我的天哪！龙虾头。早餐过后没火，船长就按原计划来接我们了。我的原计划是上午开船去岛的另一侧打鱼，因为那里可以让我使用鱼枪。现在呢，我还在徘徊当中，去还是不去？但船长的一个举动让我决定继续前往，因为他给我看了天气预报，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大风大浪，所以我还是一样干就完了。开了这么远不钓会鱼啊，真的是太浪费了。哦，有鱼来哦！鱼！哦，看到鱼没有？终于！啊！哇！真暴力啊它！哎呀，什么鱼这么暴力啊？哎呦，第一竿就中鱼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妈呀！我拉到后面，哇！哎，这个还有点分量哎，这个打波爬的第一竿就中鱼，这个叫做双带绳，估计10多斤。我们到这的时候正好是大中午，所以特别晒人。不过好在这里的资源不错，才过去10多分钟就又上一条海狼，估计4、5斤，嘿嘿，还行呀。船长也中鱼了，我的天哪，好像蛮大的这个。上鱼，难怪拉力大，哎呦，也蛮大的这个，哎，可以，哎，行啊，这个。朋友们，我还是下海打鱼了。这个大中午钓鱼啊，我的天哪，满头都是汗，怒不来吃。走，下海，下了，朋友们。我这一下海啊，果然就凉快好多，特别是被海胆蛰的小腿，本来是发烫的，现在泡在海水里反而舒服。
这里游了一会儿后，也没看到什么大鱼，只看到眼前的这只蓝鳍参。不过我离它的距离有点远，所以暂时不敢开枪，只能继续趴在水里等着它自动靠近。但好像是我自己想多了，蓝鳍参鸟都不鸟我，直接掉头游远了。最后我只能对着剥皮鱼来了一枪。还行啊，大扒皮。先打一条扒皮鱼来凑个数啊，收了。接着我又在水深13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一条后唇鲷，目测过去最少10多斤，难得碰到这么大的鱼，害我有点小激动，结果打偏了。你们看这后唇鲷嘚瑟的，感觉我这一枪好像是在给它抓痒似的。好了。大鱼跑了就跑了，看来咱今天不适合打大鱼，那我就开始找些小鱼来耍耍，就好比眼前的胡椒鲷，有个2斤左右，收了。大胡椒鲷一条啊，好久没打到这么大的胡椒鲷了，收了。接下来的时间里啊，看到最多的就是这黑毛，都是一群一群的。但好多朋友说是白毛，这我还得好好研究一下。反正今天我就先当它是黑毛打了。哦，一群的大黑毛，挑了一条大的打了，收了。这里其实我已经是准备回船上了，但偏偏就在回去的途中看到一群海狼，所以顺手再带一只走。现在我们先看一下收获哈，今天也弄了好多鱼哦，比来比去啊，还是我钓的这条最大。OK， 收工回去，随随便便就快爆香了。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到酒店了。然后我挑了这2条鱼来做我的晚餐。做酸菜鱼的第一道工序啊，就是先把鱼都给切成了片，放入腌料后再做均匀，腌制10分钟。接着再把酸菜给炒一下，炒完后的酸味会更出来。紧接着再把酸菜鱼的酱放进去，再来点86年的矿泉水。等水完全开后，最后再把鱼肉给它全部放进去。由于没有姜葱蒜，泼油这道工序啊，我就给减了。这个酸菜包我留了2个多月都没吃，今天拿出来吃了。多舀点鱼肉，哇，这个再弄点酸菜汁，我的天哪，好嫩这个肉。这种鱼肉拿来做酸菜鱼真的太绝了，真的好绝啊！ OK， 朋友们，今天可是我痛并快乐着的一天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，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给个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，拜拜。